当我们满怀理想地为崇高目标而奋斗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悲哀的悲剧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深度解读。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深入探讨乔治·奥威尔这部经典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看看这个看似简单的动物故事究竟揭示了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真相。想要直接跳到个人解析部分的朋友，也可以先了解故事脉络。文学类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请务必点赞、收藏、分享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故事从农场主琼斯先生熄灯就寝开始。夜幕降临后，农场里的动物们开始躁动起来。德高望重的老公猪少校，一头曾经获过奖，在农场里威望极高的公猪，召集了所有动物，开始了震撼人心的演说。伙伴们，说句心里话，咱们的命运是痛苦的、辛劳的、短暂的。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得到的食物仅仅够让我们苟延残喘，维持体内最后一口气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被迫劳作到筋疲力尽。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我们马上就会遭受骇人听闻的残忍屠杀。这难道真的是自然规律使然吗？绝对不是，同志们，千万个不是。英格兰的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即使要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生命，也完全能够提供充足丰盛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总是过得如此凄惨可怜呢？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果几乎全被人类从我们身边掠夺了。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不是生产却只知消费，但人类却成了所有动物的统治者。人类只给动物极少的回报，仅够维持它们不至于饿死，剩余的全部据为己有。可见我们悲苦生活的根源完全在于人类的暴虐统治。只要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能获得富足和自由。同志们，我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起义。如果有人告诉你人与动物有共同利益，人富裕，动物也富裕，那都是欺骗，万万不可相信。我们动物在斗争中必须绝对团结，建立真诚的友谊。最关键的是，动物绝不能压迫同类，无论强弱，不论贵贱，我们都是兄弟。任何动物都不得杀害其他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说罢，老少校开始吟唱一首名为《英格兰生灵》的起义战歌。穿透鼻孔的铁环必将消失，压迫脊梁的重担要被移除，让嚼子和马刺永远锈蚀，残酷的鞭子再也不能抽打。大麦、小麦、饲料、青草，到那时全都属于我们。让你做梦都想不到，为了那一天，我们都要拼搏，哪怕壮志为仇身先死。无论牛马，无论鹅鸭火鸡，为了争取自由，大家都要多流汗。这首歌声将动物们的情绪推向极度亢奋的顶点，纷纷开始呼应鼓噪。喧嚣声惊醒了琼斯先生，他怒火中烧地朝天空开了一枪，集会顿时鸟兽散，整个农场瞬间归于梦乡。3年之后，老少校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但他点燃的革命火种却在农场里逐渐汇聚成洪流。3头最聪明的公猪雪球、拿破仑和斯奎勒将老少校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为一套名为动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用它迅速聚集了一批战友。不过在宣传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许多质疑声音，诸如我们靠琼斯先生养活，要是他死了，我们都得饿死，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死后发生的事情等等。还有一些动物，像白马茉莉，担心革命后就没有美味的方糖和漂亮的缎带了。尽管雪球苦口婆心地解释那些并非生活必需品，而是被奴役的标志，但对方似乎并不怎么信服。最麻烦的还要数乌鸦摩西，他是琼斯先生最钟爱的宠物，整天刺探消息，搬弄是非。他宣称存在一个叫糖果山的神秘地方，只要好好干活，所有动物死后都会去那里享福。然而，出乎所有人和动物意料的是，革命突然提前爆发了。原来过去几年里，琼斯先生虽然吝啬，但还算尽职尽责。可自从在一场官司中败诉损失钱财后，他开始整天摆烂，纵酒无度。圈舍破败失修，动物们得不到充足的饲料。终于有一天，饥饿难耐的动物们闯进饲料仓，开始自行觅食。闻讯带人赶来的琼斯先生不问青红皂白，噼噼啪啪上来就是一阵鞭子乱抽。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忍无可忍的牲畜们竟然全体一致向施暴的人类猛冲猛撞，直到把所有人类驱赶出庄园。完成这一切后，动物们还觉得不够解气，他们把马嚼子、鼻环、狗链、缰绳、龙头、眼罩一股脑全部扔到井里，将其他所有奴役的工具统统丢进燃烧的院子垃圾堆。动物们闯入琼斯先生的住宅，
他们踮着脚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说话声音不敢高过耳语，用敬畏的眼神直盯着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奢华排场。一项决议当场就获得一致通过，这座住宅将保留下来作为纪念馆，任何动物永远不可能住在里面。动物们吃了一顿有生以来最饱的饭后，雪球和拿破仑召集大家开会。雪球宣布：同志们，革命成功了，这个农场现在属于我们了。不过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收割干草的工作要开始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他们将琼斯先生的庄园农场更名为动物农场，并制定了著名的7戒律，用白漆写在大谷仓的墙上。第一，凡用2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第二，凡用4条腿行走者或有翅膀者皆为朋友。第三，动物不可穿衣。第四，动物不可睡床。第五，动物不可饮酒。第六，动物不可杀戮其他动物。第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最初的日子里，动物农场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了琼斯先生的压迫，动物们干活更加卖力，收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举行大会，讨论下一周即将进行的工作，并进行各种决议的表决。猪因为被公认为最聪明的动物，自然成为了领导者，负责制定政策，而其他动物则通过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裂痕开始显现。雪球和拿破仑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建造风车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雪球热情洋溢地主张建造风车来发电，认为这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动物们的劳动强度，甚至可以让他们一周只工作3天。而拿破仑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增加粮食产量和加强防务，建造风车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两头猪的争论愈演愈烈，农场内部开始分化成2个明显的派系。雪球赢得了大多数动物的支持，因为他的演讲才能出众，总能用生动的语言描绘美好的未来。拿破仑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在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特别是那9只从小由他抚养长大的狗。直到有一天，在讨论风车计划的关键会议上，雪球刚刚发表完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眼看就要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时，拿破仑突然站起来，发出一声尖锐的怪叫。顷刻间，9条恶犬冲了进来，直扑雪球。雪球及时逃脱，但他跳出窗户，穿越农场，越过篱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动物农场。拿破仑夺取权力后，立即宣布取消星期天的民主会议。他声称这些会议浪费时间，有害无益，只会导致混乱和争吵。从今往后，所有与农场工作相关的问题都将由他和几头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决定，其他动物只需要执行就行了。更令动物们震惊的是，拿破仑突然改变了对风车的态度。他声称风车计划其实是他的原创想法，而雪球不过是从他那里偷走了这个点子。现在建造风车已经成为动物农场的头等大事，任何反对都是对革命的背叛。但是风车的建造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挫折，动物们缺乏必要的技术和工具，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开采石料和搬运材料。拳击手这匹忠诚的老马承担了最繁重的劳动，他的座右铭是"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用加倍的努力来回应，从不抱怨，从不质疑。然而，就在风车即将完工时，一场暴风雨将它彻底摧毁了。面对这个巨大的挫折，拿破仑没有承认设计或施工中的问题，而是宣布这是雪球进行破坏活动的结果。他声称雪球在夜里偷偷潜回农场，破坏了风车的建设。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荒谬，但经过斯鸾勒的反复宣传和解释，许多动物还是选择了相信。接下来，拿破仑开始了系统性的清洗运动。他宣布，雪球不仅是风车破坏事件的罪魁祸首，还是农场内部一切问题和挫折的幕后黑手。任何对拿破仑的政策表示怀疑或不满的动物都被指控为雪球的同谋和间谍。一批又一批的动物被迫在全体动物面前坦白自己与雪球勾结的罪行，然后被恶犬当场咬死。这种恐怖的清洗运动不仅消灭了实际的反对者，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动物心中植入了深深的恐惧。从此以后，没有动物敢于公开质疑拿破仑的任何决定，甚至连私下的抱怨都变得极其危险。整个农场笼罩在一种压抑和恐怖的氛围中，每个动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贴上雪球间谍的标签。在这种恐怖统治下，猪们的特权不断扩大和巩固。他们不仅搬进了农舍，还开始享受各种人类的生活方式。
他们喝威士忌、穿衣服、睡床铺，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每当其他动物对这些变化表示困惑时，斯奎勒总是能够找到巧妙的解释。比如，当动物们发现猪开始喝酒时，斯奎勒解释说，酒精有助于猪们更好地进行脑力劳动，这是为了农场的利益着想。当动物们看到猪穿上了人类的衣服时，斯奎勒说，这是为了在与人类的商业往来中维护农场的威严和地位。当动物们注意到猪开始睡在床上时，斯奎勒强调，七戒律禁止的是睡在有床单的床上，而不是睡床本身。这些解释虽然牵强，但在恐怖统治的背景下，很少有动物敢于公开质疑。而且，斯奎勒还是一个极其善于演讲的宣传大师，他总能用复杂的统计数据和逻辑推理来证明农场的繁荣和猪们决策的正确性。他会告诉动物们，虽然它们的食物配给看起来减少了，但实际上是增加了的，因为新的计算方法更加科学准确。他会用大量的数字来证明动物们的生活水平比琼斯时代有了显著提高，尽管动物们的直观感受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七戒律被一条一条的悄悄修改。每当现实与戒律产生冲突时，斯奎勒就会声称动物们记错了原来的内容，或者宣布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戒律的真正含义与之前的理解不同。这种对历史和真相的系统性篡改逐渐改变了动物们的记忆和认知，使它们越来越难以分辨真实与虚假。最令人心痛的是拳击手的结局。这匹忠诚的老马为农场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即使在年老体衰、伤病缠身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从不抱怨。他相信拿破仑，相信农场的未来，相信只要自己更加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然而，当他最终因为过度劳累而倒下时，拿破仑承诺要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当载着拳击手的马车驶离农场时，眼尖的本杰明发现车身上赫然写着马皮胶厂的字样。他急忙告诉其他动物，但为时已晚。尽管斯奎勒后来声称这只是一个误会，说拳击手在医院里受到了最好的照顾，并且临终前还高呼着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的口号，但所有动物心里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忠诚的老战士，这个革命的英雄，最终被他所信任的领导者出卖了，被当作商品卖给了屠夫。拳击手的悲剧象征着所有善良、勤劳但政治觉悟不高的民众的命运。他们为革命付出了一切，但最终成为了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他们的忠诚和奉献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统治者利用和剥削。这种背叛不仅是对个人的背叛，更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正是奥威尔想要揭示的恐怖真相。拿破仑开始系统性的改写历史，将雪球描绘成农场的叛徒和破坏者。通过斯奎勒的巧舌如簧，雪球从革命英雄变成了琼斯先生的秘密间谍，从风车计划的倡导者变成了蓄意破坏农场的敌人。任何对此表示质疑的动物都会被指控为雪球的同谋，遭到严酷的清洗。与此同时，猪们开始享受各种特权。他们先是搬进农舍居住，声称需要安静的环境进行脑力劳动；接着开始喝酒，理由是这有助于思考；然后穿上衣服，说这样更有威严；甚至开始与人类做生意，声称这是为了农场的发展需要。每当动物们对这些变化表示困惑和不满时，斯奎勒总能找到巧妙的解释，声称这些都是为了农场的整体利益，是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七戒律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篡改了。起初，动物们还能察觉到一些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记忆开始模糊，对原始戒律的内容也变得不太确定。动物不可睡床悄悄变成了动物不可睡床上用床单，动物不可饮酒变成了动物不可饮酒过量，动物不可杀戮其他动物变成了动物不可无故杀戮其他动物。当拳击手这匹农场里最勤劳、最忠诚的马因为年老体衰而无法继续工作时，拿破仑承诺要把他送到兽医院治疗。然而，当载着拳击手的马车驶出农场时，眼尖的本杰明发现车身上写着马皮胶厂的字样。尽管斯奎勒后来声称这是误会，说拳击手在医院里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所有动物心里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到了最后，墙上只剩下一条戒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个看似荒诞的逻辑，却成了动物农场新秩序的根本原则。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实际上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最深刻、最准确的预言式批判。奥威尔通过动物农场的兴衰变迁，精准地揭示了革命是如何被背叛的，理想是如何被扭曲的，权力是如何腐蚀人心，并最终走向其反面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几乎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在这个令人深思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现象和规律。这些现象不仅在奥威尔的时代存在，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首先是语言的系统性异化和思想控制。集权统治者总是热衷于对语言进行巧妙而深刻的扭曲，通过改变词汇的基本含义来为新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种语言操控并非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根本的思想控制手段。在动物农场中，我们看到平等一词的含义是如何被逐步扭曲的，从最初的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到最后的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细微的修改逐步实现的，每一次修改都有看似合理的解释，直到最后完全颠覆了原始的含义。当老一代逐渐消逝，新生代甚至不知道原始戒律的真正内容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接受被篡改后的版本，将扭曲的现实视为正常的秩序。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当一个概念被反复重新定义时，人们往往会逐渐忘记它的原始含义，接受新的解释。正如奥威尔在后来的1984中所创造的新化概念，通过限制语言的表达能力来限制思想的范围，最终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这种语言控制比直接的暴力压迫更加可怕，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其次是历史记忆的系统性改写和真相的操控。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那句著名的论断：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拿破仑通过斯奎勒这个强大的宣传机器，不断篡改动物们的历史记忆，将所有的功绩逐渐归于自己一身，将所有的错误和失败都推给已经被驱逐的雪球。这种历史改写不是一次性的突变，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渐进过程。每当现实与之前的叙述产生矛盾时，历史就会被再次修正，直到符合当前的政治需要为止。更可怕的是，这种修正往往是有技巧的，它不会完全否定之前的说法，而是会声称新发现了更准确的资料或者更全面的证据。通过这种方式，拿破仑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以领袖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使动物们相信离开了他的英明领导就无法延续任何成功，从而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历史依据。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会根据政治需要而调整，重要事件的叙述角度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某些不变的史实会被淡化或忽略，而有利的事例则会被夸大和突出。这种对历史记忆的操控比直接的谎言更加有效，因为它利用了人类记忆的不可靠性和对权威的信任。再次是恐惧政治的精密运用和社会控制机制。通过制造外部敌人威胁和内部叛徒恐慌，统治者为自己的镇压行为找到了看似正当的理由。雪球被塑造成无处不在的敌人，任何问题和挫折都可以归咎于他的破坏活动。这种敌人形象的设定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既要足够具体以激起仇恨和恐惧，又要足够模糊以便随时调整指控的内容。雪球的罪行是不断升级和扩大的，从最初的政治分歧到后来的间谍活动，再到各种破坏行为的幕后黑手。每当农场发生任何不如意的事情时，都可以归咎于雪球的破坏。这种归因模式既简化了复杂的问题，又转移了对真正原因的追究，同时还为统治者的失误提供了替罪羊。当忠诚成为动物们唯一的美德，当怀疑和批评都被等同于叛国时，掌握忠诚判断权的拿破仑就获得了对任何反对者进行清洗的无上权力。这种恐怖统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消灭了现实的反对者，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动物心中植入了恐惧的种子，使他们不敢产生任何批判性思维。恐惧成为了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比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更能保证统治的稳固。第四是自我规训机制的悲剧性后果和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像忠诚的拳击手一样，许多动物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时，选择了调整自己的认知，而不是质疑现实的合理性。他们宁可相信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也不愿意承认领导者可能欺骗了他们。这种看似明智的自保策略，背后体现的是个体在强权面前的无力感和生存本能。拳击手的口号"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心理机制。当面对无法理解或无法改变的困境时，个体倾向于通过增加自己的努力或调整自己的认知来适应环境，而不是挑战环境本身。这种适应性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益的，
但在政治领域却可能成为专制统治的助推器。然而，正是这种集体的自我规训，为独裁统治的巩固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统治者甚至不需要动用太多外在的强制力量，因为被统治者已经学会了自我审查、自我约束，主动地消除自己内心的疑虑和不满。这种内化的控制机制比外在的暴力更加有效，也更加持久。第五是成功神话的持续制造和数据操控。集权统治要维持其合法性，必须不断地创造成功的表象和进步的幻象。因此，我们看到斯奎勒总是扯着嗓子，用各种数据的高增长来论证动物农场的巨大成功。这些数字往往与动物们的实际生活体验相背离，但通过反复宣传和强制灌输，许多动物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官方的叙述，而不是自己的直接感受。斯奎勒的数据游戏是极其巧妙的。当动物们抱怨食物不够时，他会拿出统计表格证明产量实际上是增加了的。当动物们感觉工作时间变长时，他会用新的计算方法证明工作效率提高了。当动物们怀疑生活质量下降时，他会列举一系列客观指标来证明相反的结论。这种对现实的系统性扭曲，体现了极权主义政治中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更要控制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在现代社会，这种数据操控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统计方法的选择、基准点的设定、比较对象的确定，都可以极大地影响结论的导向。通过巧妙的数据处理，几乎任何政策都可以被包装成成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解释为进步中的曲折。第六是特权阶层的逐步形成和固化过程。猪们从革命的先锋队逐渐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个过程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在革命初期，猪们因为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而自然承担起领导责任，这看起来是完全合理的分工。动物们也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它符合效率原则和能力原则。但是，当这种智力优势转化为政治特权，当领导权力不再受到有效制约时，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猪们享受特殊待遇的每一个步骤都有看似合理的解释。住进农舍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脑力劳动，喝酒是为了放松大脑以便更好地思考，与人类做生意是为了农场的发展需要，穿衣服是为了在外交场合维护农场的威严。每一个特权的获得都是渐进的，都有表面上的合理性，都声称是为了集体利益。但是，所有这些特权的累积，最终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质变：革命的领导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解放的先锋变成了剥削的主体。这种转变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和渐进性。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往往为时已晚。第七是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动物农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成功后，动物们只关注了推翻旧的压迫者，却没有建立防止新的压迫者产生的制度机制。老少校的理想中虽然强调了平等和团结，但却没有具体的制度设计来保障这些理想的实现。当雪球和拿破仑产生分歧时，没有一个公正的仲裁机制来解决争议。当拿破仑夺取权力后，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他进行有效的制约。民主会议的取消标志着最后一个制衡机制的消失，从此动物农场就完全进入了个人独裁的轨道。这种制度缺陷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政治革命的共同问题。革命往往专注于破坏旧制度，但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制度缺乏充分的思考和准备。结果是，权力的真空被强势的个人或集团填补，而这些个人或集团往往缺乏足够的制约。第八是革命理想的逐步蜕变和价值观的扭曲。从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到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个变化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如何防止革命理想在实现过程中走向其反面。老少校的动物主义理想本身是美好的，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也是崇高的，但是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这些理想逐渐被权力斗争、利益分配、现实压力等因素所扭曲。这种扭曲不是一次性的背叛，而是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每一次对原则的妥协都有其不得已的理由，每一次对理想的修正都声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理想。但是，无数次的小妥协最终汇聚成根本性的背叛，无数次的小修正最终导致完全的颠覆。到了最后，革命的结果与革命的初衷几乎完全相反。动物们不仅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反而陷入了比琼斯时代更加严酷的专制统治。这种结果的悲剧性在于，它不是外部敌人的破坏造成的，而是革命内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说的结尾极具象征意义。当农场的动物们透过窗户看向屋内时，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区分猪和人了。这个细节深刻地揭示了权力腐败的普遍性。任何政治体制如果仅仅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德而不对权力加以制约，最终都会走向通过剥削、奴役和欺骗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作为一位曾经真诚信仰社会主义并为之抛洒热血的作家，奥威尔的文字中流露出对革命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窃取革命果实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刻骨仇恨。在1943年写作这部小说时，奥威尔似乎悲观地认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仍然无法实现，老少校马克思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依然遥不可及。在后来的1984中，这种悲剧性思想进一步加深。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充满电子监控、政治审查和秘密警察的世界，控诉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已经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作为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实际上是历史赋予的。如果他们所揭露的现象在现实中彻底绝迹，那么他们的价值也将随之褪去。我真诚地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小说的结尾极具象征意义。当农场的动物们透过窗户看向屋内时，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区分猪和人了。这个细节深刻地揭示了权力腐败的普遍性和历史循环的残酷性。任何政治体制如果仅仅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德而不对权力加以制度性约束，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通过剥削、奴役和欺骗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革命者变成了他们曾经反对的对象，解放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这种历史的讽刺性循环构成了人类政治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作为一位曾经真诚信仰社会主义并为之抛洒热血的作家，奥威尔在写作《动物农场》时的心情是复杂而痛苦的。他的文字中既流露出对底层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理解，也包含着对窃取革命果实的一小撮统治精英的刻骨仇恨和无情批判。奥威尔本人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亲身体验了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残酷冲突。这种经历使他对左翼政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背叛行为有着比一般人更加深刻和痛苦的认识。在1943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写作《动物农场》，奥威尔似乎带着深深的悲观情绪，认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和社会正义仍然无法实现。老少校代表马克思口中描绘的理想世界，或者说奥威尔本人曾经真诚信仰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承诺的平等与自由，依然显得遥不可及。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化。在1984这部更加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奥威尔的悲剧性思想达到了顶峰。他创造了一个充满电子监控、政治审查、思想警察和语言控制的恐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已经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难以想象的程度。与《动物农场》相比，1984中的极权主义更加完善、更加彻底，也更加绝望。如果说《动物农场》还保留了一丝希望的话，至少还有本杰明这样清醒的观察者，那么1984中的世界几乎是完全封闭和绝望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奥威尔写作这两部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绝望，而是为了发出警告。他试图通过这些极端化的寓言故事，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的危险性，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动物农场》和1984可以被视为政治免疫系统的疫苗，通过展示最坏的可能性来帮助社会建立对极权主义的抵抗力。作为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实际上是历史赋予的。它们的重要性不在于文学技巧的精湛，虽然奥威尔的写作技巧确实很高，而在于他们所揭露和批判的政治现象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只要极权主义的幽灵还在人类历史上游荡，只要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两部作品就将继续保持其现实意义和警示价值。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他们所揭露的现象在现实中彻底绝迹，如果人类真正建立起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机制，那么这两部作品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们的政治价值也将随之褪去，可以安静地躺在文学史的书架上。我真诚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尽管我知道这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更深层次来看，动物农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某一种特定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性本身的弱点和权力的腐蚀性。权力确实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蚀人，
这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普遍真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民主制还是专制制，只要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有可能滑向极权主义的深渊。因此，动物农场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特定的历史现象，更在于提醒所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必须建立起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保障。同时，这部作品也深刻地揭示了民众在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和责任。动物们的悲剧不仅在于它们受到了欺骗和压迫，更在于它们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当它们发现现实与理想相背离时，很多动物选择了沉默和顺从，而不是勇敢地站出来质疑和反抗。这种集体的沉默和冷漠为独裁统治的建立提供了土壤。因此，动物农场也是对民众的一种警醒。民主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持续监督。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动物农场所揭示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现代的斯奎勒们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宣传工具和技术手段，能够更加精细化地操控信息和塑造舆论。现代的拿破仑们也学会了更加隐蔽和巧妙的统治技巧，他们不再需要依靠露骨的暴力和恐吓，而是通过更加精密的制度设计和文化操控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动物农场的警示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奥威尔通过动物农场这个看似简单的寓言故事，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关于政治、权力、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思考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追求美好理想的同时避免走向其反面？如何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防止新的压迫和不公？如何在实现集体目标的同时保护个体的权利和尊严？这些问题不仅在奥威尔的时代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大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奥威尔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他声称从中获得了动物农场的灵感。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大约10岁的小男孩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狭窄的小道上行走。大马一想要转弯，男孩就用鞭子抽打它。这让我意识到，如果这些牲畜知道自己的真正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了。这个简单而深刻的观察，或许正是理解动物农场真正恐怖之处的关键，不是权力的滥用本身，而是被统治者对自身力量的无知，以及这种无知是如何被有意维持和利用的。拳击手代表的是那些善良、勤劳但缺乏政治觉悟的民众，他们的力量本来足以改变一切，但由于缺乏组织和觉悟，最终成为了权力游戏的牺牲品。本杰明代表的是那些看透了一切但选择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清醒的头脑但缺乏行动的勇气。而绵羊们则代表了那些盲从和狂热的群众，他们容易被操控和利用，成为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会独立思考，勇于质疑权威，坚持批判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动物农场的覆辙。这或许就是奥威尔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警惕，在警惕；思考，在思考；行动，在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捍卫自由、平等和尊严，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